快點看，漫天飛舞的火光直衝雲霄，這不是消防演習，也不是大型煙花秀，而是2009年央視廣播電視台新落成大樓着火現場。就是這樣的畫面已經被央視禁播了14年，今天終於重新映入所有人的視角。僅因為滿足個人慾望，將耗資50多億元的新大樓一夜之間化為灰燼，讓多人受傷，還將一名年僅30歲的消防官兵永遠定格在大樓的地下。當然，在慘劇發生後，央視鄭重公開道歉。火災給國家財產造成了嚴重損失，中央電視台深感痛心，給周邊群眾造成交通擁堵和生活不便，中央電視台表示真誠的道歉。那麼當時的火災是如何發生的？不是有明文規定北京禁止燃放煙花爆竹嗎？那負責人是如何做到层层打通和審批的呢？點個關注，點個讚，我們接着往下看。在2009年的元宵節，因為慶祝央視大樓的落成，於是領導層決定在周圍一圈燃放煙花慶祝。但是沒想到的是，此舉讓大樓在一場大火中化為烏有，而後續的後果是除了16億元的經濟損失，多名消防員受傷，1名消防員不幸遇難。當年的2月9號晚上8點，中央電視台北側的大樓突發巨大火災，而起因就是一場所謂的煙花表演。而火災的主體建築物中央總部大樓位於北京市中心，占地面積為55萬平方米。從造價來說，這座大樓的投資一共多達50億元，並且相關的造型也是在落地的時候也是廣受爭議。支持者認為該造型十分的超現代，反對者認為很難看，並且冠以大褲衩的外號。不過要說設計，相關的荷蘭設計師卻認為這是自己的得意之作。在建設完畢後，看着氣勢恢宏的大樓，相關的項目方以及內部管理方都覺得十分激動。在這種情緒的渲染之下，並且時間剛好馬上接近元宵節了，於是上下一致決定燃放煙花爆竹慶祝一下，並且剛好有着濃厚的春節氣氛，於是大樓管理層準備大辦特辦。在聯繫了相關的採購方之後，大樓的管理層於湖南瀏陽採購了一批價值35萬的大型煙花。眼見煙花到場，並且節假日氣氛的渲染，很快這批人包括主要負責人徐威在內的管理層，把北京市需要燃放大型煙花的需要提前向市政府申請的規定給拋在腦後。當時中央電視台也下發過相關的通知，明確表示在中央電視台範圍內的區域都是禁放區。但是明知山有虎，徐威還是選擇向虎山行。當然，徐威自然也不會想到自己的一時情緒激動能帶來如此意想不到的後果。在把如此規模的煙花爆竹搬到大樓附近後，很快央视大樓的天空中就呈現了各種五彩缤紛的烟花雨。因為动靜大，這場煙花秀甚至吸引了不少周圍的人來到現場觀看。在震耳的聲音中，現場的氣氛很快就被點燃。但是就在這種一片祥和的氛圍之中，誰也沒想到一場滔天禍事很快就在眾人眼前。因為持續的燃放，有一枚禮花的高溫碎屑掉到了堆放在頂樓的保溫材料中，並且因為北京的氣候關係，火勢迅速蔓延開來。這座剛剛竣工的大樓立馬火光衝天，陷入一片火海。接到警情後，北京消防出動16個中隊，幾百名官兵來到現場展開救援。北京市委的相關負責人也來到現场指揮。来到現场後，消防隊立馬組織救火和救人。因為樓高159米，這場救援行動困難重重，一直在6個小時的奮戰後，這場衝天大火才被撲滅。新落成的大樓也面目全非。根據事後進一步的統計，大樓內部多處坍塌，過煙過火面積分別達到了8000多和2萬多平方米。在經濟損失方面，
高達16億元，並且在救火的過程中，北京交通出現嚴重堵塞。最可惜的是，這場火災造成1名消防員犧牲，數位消防員和工作人員受傷。這位犧牲的消防員是中隊指揮員，名字叫張建勇，年僅30歲。因為在施救的過程，把自己的呼吸器給了被困人員，導致现在火災現場。張建勇吸收了大量火災導致的毒煙毒物。雖然在事後，醫院方面組織了全力的搶救，但是還是沒能阻止這條年輕生命的離世。在一次不經意之間的煙花秀，卻導致了一棟嶄新的大樓被毀掉，數人在其中的過程之中產生傷亡。那麼主要的牽頭人肯定是跑不掉的。很快，針對這起嚴重的火災事故，北京方面的警方立馬展開了調查。在調查中，警方發現這一次的煙花表演並沒有經過任何層面的審查審批，因為主要負責人徐威的個人想法和念頭，以及違反規定展開的煙花秀，導致央視北配樓被燒毀。從社會面和經濟面來考慮，這一次所謂煙花秀導致的火災，是一次影響巨大並且教訓深刻的惡性事件。相關的人員在調查完成之後，都進行了嚴查。除了主要負責人徐威之外，還有44人一塊移送司法機關。2010年5月，北京市2中院对此次大火作出最終判決，其中央视新址办主任徐威作為引起火災的主要負責人，以危險物品肇事罪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再加上當時還查出他貪污受賄，又判處13年有期徒刑，總共判罰20年有期徒刑。當然，作為這次事故最主要的責任人，徐威明白自己給國家造成了多大的損失，於是在判決書下來之後，徐威並沒有繼續提出上訴。此外，比較幸運的是，這一次的煙花引起的火災沒有造成進一步的損失，因為在這種高樓雲集的地方燃放煙花，除了發生火災之後救援層面十分的困難之外，更危險的是，一旦火災在整座大樓蔓延開來，裡面的人逃生困難之外，一旦大樓的框架遭到火災的強烈影響，就會發生倒塌，那後果更是不能想象的。而作為北京的這一次所謂的煙花表演，在周圍的人過足了眼癮之後，背後卻是血淋淋的教訓，十幾個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變得支離破碎。雖然主要責任人遭到了處罰，但是失去的生命也永遠沉睡在大樓地下。那麼你認為對負責人的處罰應該嗎？